姜太师，你们刚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！这帮大臣皇帝一大早都不让睡觉，多损呐！哎呀，说话七弯八绕，咬文嚼字儿，愣是没听懂。怪他喽。林太后娘娘，皇上已经长大成人，足以独立处理国事。太后娘娘身体一直欠安，需要休养，不宜再帮皇上处理政务，不如就让皇上亲政吧。哦，亲政啊！干，这么大阵仗，还以为这些人要罢免少年皇帝，另立新君了，所以得先废了他这个太后。柳云替原主不值啊，殚精竭力地为儿子守着这江山，生怕下面三大辅臣架空皇权，将少年皇帝养成一个傀儡，却吃力不讨好。亲儿子抓住机会就联合三头狼逼宫，一心想要亲政，做个有名有实的国君。呵呵，图什么？母后，这事儿臣不知，就是母后7天前突然晕倒，一直身体不适，无法上朝。这几日国事处理起来都不顺，所以就联合外人做这等逼迫之事。怪不得原主在7天前就被这好儿子活活气死了。这下可好，他花了7天时间来接受消化现状，猝不及防就要面对这样的大场面。太后娘娘，皇上的确不知情，这事儿是臣等擅自决定的。大年已过，去年雪灾覆盖面积颇大，无数灾民等待安置，加上春耕即将开始，许许多多的事情需要安排。太后娘娘身体不适，无法上朝处理国事，一来一回颇耗时间，百姓们可都等不起了呀。柳云抬了抬手，差点直接鼓掌。哎呦喂，如此冠冕堂皇，说得太好啦！真不愧是政客的嘴，哼，一群骗天下人的鬼。是啊，太后娘娘，很多事情刻不容缓，不能再等了。皇上至纯至孝，担心太后娘娘的身体，不如借此机会好好容养。皇上已经长成，太后娘娘不如放手孩子成长，到底要让他自己扛起这云昭的江山社稷啊。齐王，你觉得呢？太后娘娘，这些日子您未上朝，皇上独自处理事情也是井井有条，对很多事情颇有一番见解。微臣觉得皇上确实成长了。刚刚还说不顺呢，现在又井井有条了，这些人的逻辑呢？母后，儿臣定当朝前西替，更立名号，暗名孺子，让云昭君圣臣贤，上下一心，打造出垂拱而治的盛世皇朝，定不负父皇所托。小小年纪读书不少嘛，一句话用了这么多成语，莫不是少年大学毕业的？可有什么用啊？小小年纪就得了白内障，没看见下面一群老狐狸满意的眼神，胜利的笑容吗？好，我儿有这样的雄心壮志，确实难得。哀家一个女人，着实也不懂什么朝政。将玉玺拿来吧。听到玉玺2个字，皇帝脑子里直接炸开了烟花，激动的手抖。真的是太后终于屈服，北地奉权。突如其来的巨大幸福感。
从此刻起，朝堂上下一切事宜就交给皇儿了。望皇儿莫要忘了刚才的承诺训诫。儿臣谨遵太后懿旨。恭喜皇上，盛世昌隆，四海归一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沉浸在亲政喜悦中的皇帝根本不知道，会为他细心打算的亲娘，在7天前就被他的中儿给气死了。现在的柳云吧，完全不想管这一摊子烂事儿，昨儿晚上就打算好了，速度找机会将玉玺交出去，让皇帝跟一群老狐狸哪儿凉快待哪儿去。只是没想到这机会来得如此之快，顺水推舟，不费力。哎呦，穿越即为太后，站在了所有女人的巅峰，哪怕凭空少了7年芳华，享受着漫天荣华富贵，不行吗？为啥要像原主一样心力交瘁，大公无私，到头来还要承受儿子的算计、大臣的猜忌、天下的谩骂？聘妻司臣的臭名都已经传到宫里来了，可见原主兢兢业业白费劲儿，何必呢？主子，你的身体不是好了吗？真要论起来，那些大臣们的理由也站不住脚。他满心问号，主子为什么突然这么干脆的交出玉玺啊？好了吗？那也是病过的。7天前，怎么都醒不来的时候，听见包括皇帝和御医在内的所有人都以为他疯了。装模作样的哭丧中，竟然有掩饰不住的喜悦感。原主还残留的怨气和悲哀，彻底让他一个激灵。醒了，若非他睁眼睁得及时，搞不好就要全国发丧了。到时候他这太后还能不能做了？多少人盼着原主死的，也包括面前这位所谓的心腹。这群人来得及，害得哀家早膳都没吃。做好了没有？哦，好了，奴婢这就让人端上来。身为把持朝政的太后，身边一个信任的人都没有，一直没被人弄死，还是因为3大辅臣和藩王等诸方势力的互相牵扯。宫外什么情况不清楚，宫内自个儿穷折腾什么劲儿啊？天塌下来，那群人可是要赶紧去顶着，才不会辜负他如此爽快交出玉玺的情分。他来到云昭，还附带了个签到系统。已过7日，总算获得了一些具有安全感的东西。哎呀，这具身体生子生女的时候都遭遇了算计，后来失宠又吃尽了苦头，再加上天降馅儿饼，成了太后也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，怎么可能好啊？早已经破败不堪，油尽灯枯，凋零至极，不怪之前气急攻心就能要了命喽。幸好第1天签到，得了一瓶强身健体丸，共30颗，每日1粒，能让身体逐步改善，1个月后彻底驱除陈疴，恢复巅峰。签到，丁，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防御符乘1。防御符可抵挡一切生死危机，一次性消耗品，生死瞬间自动激活。哎呦，这个好，又多了一点安全感。系统在手，天下我有。主子，后宫嫔妃来给您请安了。哀家知道了。莺莺燕燕，花红柳绿，总感觉吵到眼睛了。皇帝才16啊，
正五品以上有资格来凤翼宫请安的后妃就不下20之数，简直叹为观止啊！回太后娘娘，这春季到了，各宫也该做些新衣裳，新年新气象嘛。各地呈上来的贡品都不够姐妹们分的，定要外出采买。这不知道今年订哪家布庄的货呀？江姐姐也真是的，太后娘娘刚刚大病初愈，你怎么这么多事儿？太后娘娘的身体可真的好了吗？今日可有请御医把平安脉？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那日太后娘娘可吓死臣妾们了。这人呢，上了年纪，着实有些不行，病一场，感觉死过一回似的。这些天过去了，眼见是好了，可身体乏力不说，脑子还总是转不过弯来。哎呀，记性也越来越差，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也理不清了。可宫内这么多人等着安排呢，哀家就想着，哀家精力不济，以后这公务也没力气管，今儿个就交给江贵妃、孙贵妃还有景贤妃共同管理吧，3人共掌凤印，小事儿分管，大事儿商量着来，争取能让皇帝无后顾之忧，让哀家享享清福。万幸都只是10几岁的少女，再厉害也还没有成精，好歹能从表情眼神中看出点东西来。真的？太后娘娘这么说，希儿可不依。最多希儿和2位姐姐替太后娘娘管几天，等太后身体利索了，还是得太后娘娘教导晚辈才是。众所周知，太后有多爱权，就连最会傻白甜的景贤妃也不敢以退为进。万一太后后悔了，顺着她的话头将凤印收回去，哭都没地方哭去。他们盼这一天，也盼4年了。贤妃这嘴儿，今天早上的燕窝粥是添了多少蜜？主子，这狗奸细不会看场合了？这凤印暂时就交给江贵妃保管吧，一切都你们几个商量着来。太后娘娘放心，臣妾定当恪尽职守，鞠躬尽瘁，为皇上尽忠，替太后分忧。好，都是孝顺的。以后啊，哀家这凤翼宫也不用日日来请安的，每月初1、15过来陪哀家说说话就成。天天到面前晃，哎呦，他眼睛疼，都别打扰他闲鱼。主子，奴婢知罪，还请主子责罚。奴婢也是担心主子，心疼主子。身在后宫，如今连凤印都给了别人，只怕更多的人会不将主子放在眼里了。这以后的日子，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说下去了？兰叶，主子，茶凉了，替哀家重沏一杯。凤印，后宫之主，哎呀，终于到本宫手里了。主子才是天选的后宫之主，定能母仪天下，连太后娘娘都看出来了。主子，这太后娘娘怎么突然交出凤印了？这其中会不会有诈？确实有些突然，有些奇怪。这以往捂得死死的，连让我们看一眼都不成，生一场病，直接转性了。
该不会真有阴谋吧？不管怎样，凤印到了本宫手里，谁也别想抢了去。去，给母亲传个信儿。旁观者清，或许爹娘能看到什么。这一天，真是足以被历史记载的大日子。云昭皇朝的圣元帝不仅亲政，连后宫也风云涌动，暗潮澎湃。得到了权力，某些人的野心就开始膨胀起来了。很多家族都能感觉到云昭皇朝的格局在这一刻彻底改变。唯有太后的凤翼宫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移开了视线。而柳云为了过平静享福的日子，还在整治身边的人。既然知道错了，亮了子夜2刻钟，子夜一直跪着反省，心中已经闪过无数念头，却不敢动一动。既然知道错了，以后就谨言慎行，什么该说，什么该做。跟了哀家5、6年，你还不明白？奴婢多谢主子宽恕，奴婢定然恪守自己的本分。子夜，哀家若是记得不错，你似乎不是第一次啊。主子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哀家还是有些不放心呢。不如你将这杯茶喝了，哀家再问你话。难道主子还没有原谅他，突然就要他的命了？如今哀家事儿少了，脑子就有空想其他的事儿了。你们俩身为凤翼宫的长氏大宫女，做什么事之前心里没有点数吗？子夜，要么你喝了这杯茶，要么你也可以调去别的宫，反正哀家是不想用你了。就这么多年的主仆之情，留你一条命。这么说，子夜更加确定这茶不是什么好东西了，体内的血液仿佛凝固了一般。然而他还有的选吗？若是被太后嫌弃，离开了凤翼宫，他哪里都去不了。何况以前仗着自己是太后的心腹，他可没少欺负人。若是真的落魄了，只怕会死得更惨。既然如此，哀家就再原谅你这一次。先将这些碎渣收拾了，哀家还有话要问你。什么情况？难道那杯茶没有问题？还不快收拾！奴婢谢过主子，奴婢遵命。哎呀，原来主子只是试探他，可恨他竟然还在心里埋怨主子，简直罪不可恕。柳云冷眼看着，豁然发现，哪怕刚刚才死里逃生没回过神来，以子夜的性格，打扫茶盏碎片这种事情也不会亲自去做的，他会指使别的宫女。而此时子夜竟然乐颠颠的自己在做，虽然手法生疏，做得不好，却极为认真。看来啊，系统出品的忠诚丹确实从根本改变了一个人的想法。因为是他的吩咐，所以子夜潜意识中不愿假手于他人。可惜呀，7日来只签到1颗，希望以后还能有。说吧，你都在替谁做事？主子知道了。不是啊，他之前为什么那么蠢，没有全心全意的伺候主子？蓝叶也吓傻了，从来没想过小伙伴还有胆子背叛主子。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，子夜压根儿没有想过后果，犹如倒豆子一般，真诚无比的将自己干过的所有事儿都说了出来，坦诚的不能再坦诚。顿时有些后悔，
这样的人当真不想用，太容易被捅刀了。浪费他一颗忠臣丹，不知道能有多大的效果。主子，奴婢句句实话，绝无虚言，没有任何欺瞒，还望主子责罚。所以，你现在明确的是替皇帝办事儿？主子，奴婢已经是皇上的人了。听了将近1个时辰的故事，没想到结局还有个最狠的。哎呦，皇帝年纪不大，手段还真不少。皇上说，只要奴婢给的消息，以后定然封奴婢为妃。主子，奴婢只想伺候主子，奴婢什么都不想了。之前说原谅你了，真没想到你能做这么多事，能力如此之强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哀家身体这么差，你就回屋替哀家抄几卷佛经吧。没有哀家的命令，不可踏出房门一步，入谒太师府。老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今日逼太后交出玉玺，让皇上亲政的事儿，莫非是出岔子了？是心儿让人送出来的，你看看吧。哎呀，大人，瞧你这脸色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是心儿有事儿了。难道不是出事了吗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不就是太后将凤印给了心儿？虽然暂时是3个人一起管理公务，可迟早能统一到1个人手里。要我说呀，太后早该将各公务分管了。如今这后宫可是皇上的后宫，她一个长辈把持着，算什么事儿？这下可好了，总算到这一天了。嘿呀，以心儿的能耐啊，就算是没有皇后之名，也能有皇后之实。唉，夫人想要心儿母仪天下，只怕现在的凤印就是烫手的山芋。怎么会？太后没有了玉玺，恐怕也是自知无力掌管凤印，不如痛快地交出来。当年柳云不过小小的县官之女，不过得了几分宠爱，侥幸怀上了龙嗣，最后也不过是在后宫中传苟活。若非当初夺嫡太过惨烈，这柳云又有什么本事成为天下最尊贵的女人？不过是捡了便宜罢了。这次难得聪明识趣儿了一回。高门贵妇中没几个真正看得上太后的，一个被馅儿饼砸晕的女人，这些年不照样被耍得团团转？那又如何？如今她才是太后，她这回聪明了，对心儿来说就绝无好事。接受封印的时机不对呀，如今皇上刚刚亲政，正是雄心壮志、勤勉奋斗的时候。心儿再来接手封印，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花时间捋顺。少年夫妻若是不用心经营感情，等回过未来，只怕已经迟了。而且3个人分管公务，为何单单将封印给心儿？孙贵妃和景贤妃会甘心吗？难道不会盯着？这分明是将心儿架在火上烤啊！无声的捧杀，这一招其心可诛。柳云，他竟然敢！可为什么是心儿？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心儿的身份最高，还有这一次皇上亲政，逼太后交出玉玺，是老夫打的头阵。太后这是还了老夫一计啊！太后这老妇何等有这等心机手段？不管怎么说，夫人你就挑一个合适的人送进宫去，帮着心儿管理公务，让她腾出手来，有更多的时间关心皇上，顺带也帮心儿出谋划策。到手的封印可是会要命的，可别好处没得到，反被人算计了去。
启王府，孙武也在跟弟弟孙文说着此事，兄弟俩对太后也有点刮目相看。虽然有了些心计，不过恐怕是被逼到绝境的灵光一闪。好在没有了玉玺和凤印，他就是当年任人拿捏的柳婕妤，什么都管不了，翻不起浪花了。哼，王兄说的对，为了自保，女人倒是聪明了一回。只可惜这凤印没有交给仪儿，便宜了江成风那老匹夫。孙仪是他的亲女儿，巴不得他能掌控凤印，登上后位，母仪天下。便宜？这哪里是什么便宜的事？如今凤印就是一块大靶子，谁拿谁就是众矢之的。反正仪儿手里的权力也没有少，何必去碰这烫手的东西？仪儿若是像你这么莽撞，本王怎么能放心将她送进宫去？幸好有韦姑姑陪着仪儿，你让仪儿多听韦姑姑的，我们在宫外很多后宫的事鞭长莫及，总不会害了她。弟弟醒的，没想到这太后还真做对了一次。本王倒是觉得她或许根本想不到这么多，纯粹是因为身体不济。今日下朝，本王去问过御医了，替太后把过脉的几位都说太后的身体不容乐观。原来如此，误打误撞，傻人有傻福。最奇怪的就是7日前，王御医明明已经把不住脉搏，太后却神奇地醒了过来。今日一见，更是与往日无异，必然是假象。这么说，仪儿可能问鼎后位了。哼，一直可能，只不过得先稳住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明日本王让王妃进宫给仪儿送些银子，这些年的后宫也不知道被太后管成什么样子了，保不齐开始要自己填些银子了。不过能用银子解决的事情就不要生事，默默收拢权势才是正道。多谢王兄，还望王兄多提点仪儿。无妨，仪儿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只要她听话，本王自然能保证她能得到自己想要的。唉，只可惜呀，当初他没有适龄的女儿，否则这等好事儿哪轮得到旁人？丞相府，沈镇元接到消息，深深的叹一声。倒是打扮富贵的沈夫人淡淡的喝着茶。我说过，你这女儿恨我至极，就怨着当初没有将她记在我名下，好让她以嫡女的身份入宫，以至于总是弱了孙江二女一筹。如今你还觉得我冤枉了你的好女儿吗？哎呦，夫人息怒，一切都是为夫的错。当初阻止这件事情的本来就是为夫，不过希儿的心性轴得很，愣是不相信为夫的解释，总是觉得为夫刻意给夫人开脱。他也不想想，她只是庶女，江贵妃可是嫡幼女，加上为夫不如启王，她就算是嫡女也比不过孙贵妃。更何况庶女记在嫡母名下，也照样不是正儿八经的嫡女，反而会因为这样的举动让孙江两家觉得他野心太大，入宫的日子岂会好过？希儿也该懂事了，怎么就不明白为父的一片苦心呢？哼，苦心，懂事。哼，他只怕到现在还以为我是故意不教他管家，让他天天真真的长大，以至于陷入如今的困境呢。哎呀，莫气莫气，当初也是为父的错，把这女儿宠得无法无天了。后来让她好好学，也就没有了那样的心性，如今到了吃苦头还怨天尤人。这孩子呀，的确有些歪了。事情是这样的没错，但是也因为不是他亲生的，从来没有想过要强制性教学。那时候他就看到了沈月溪的将来，也就不去做那个恶人，暗中还有些乐子。谁曾想啊，时局变化莫测，竟然需要送女入宫。
结果这几年下来，没少帮着收拾烂摊子，却还没落得个好，当真是气死他也。沈镇元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内心是有苦说不出啊。当初他跟沈月溪的亲生母亲相好，闹出了一些家庭矛盾，后来沈月溪母亲早逝，加上沈夫人没有女儿，他就对这个庶女格外疼了一些。谁知道后来会让沈月溪进宫。哎呀，现在已经捋不清了哦，简直是一地鸡毛。夫人，那些陈年旧事就让它过去了吧。如今这形势越发混乱了，希儿在宫里与我们沈家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万一有点什么，沈家绝技脱不了干系。夫人就帮这一次，度过眼前的难关，为夫一定找机会好好跟希儿解释清楚，给夫人证明。你以为我稀罕在他面前证明？他只记得自己输了半筹，就全是我这嫡母的错。当初太后和皇上给你面子，不仅封她为贤妃，还赐了封号。以她的身份，难道这不是滔天的恩宠？好了好了，这些大道理还用不着你来教我。这几年我给他收拾的烂摊子还少了吗？你可见他领过一次情？行了，我会在外面的铺子上挑一个能干的管事进宫，剩下的你就自己安排吧。莫非你还想让我选身边的人？你觉得以你那好女儿对我的忌惮，他会放心用吗？保不齐啊，还觉得我想插足他雾溪宫的事，手长想伸到宫里去，无声无息把我的人弄死不说，还在我头上算一笔。你说连这点都看不明白，就自己挑人去，别来烦我。哎呀，没有，为夫从来不怀疑夫人的好心，就这么办。为夫绝对不让希儿知道是夫人你挑的，那就是为夫选的。除了三大辅臣，其他各家各有想法和商议，纷纷议论着太后可怜的未来，暗中挑选着阵营，谋求更大的富贵。你是谁？你是云昭太后？是，所以你是哪家派来的？你是太后就对了，老子哪家的人都不是，那些狗官也配指使老子？只不过你把持朝政4年，瞧瞧这天下都被你祸害成什么样子了！天灾人祸，民不聊生，流民四散，逆子而食，你这老妇，死不足惜！皇帝已经亲政了。你以为老子会信你？死到临头还想巧舌如簧？是防御符。柳云缓过气来，立刻猜到事实，这也证明黑衣人刚刚是真的要他命的，并且付诸了行动。可他只有1张防御符啊，好不容易死里逃生，可不想再来一次。那种咬断脖子的窒息感，能要命的。等一下，我今天一大早就将玉玺还给了皇帝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如何能造假？并且上午就将封印给了江贵妃，这会儿朝堂内外应该所有人都知道了，我是不是说谎？你难道不会打听啊？真的？真的，我说骗你，你能来一次，自然就能再来，难不成我真不想活了？从蓝夜尖叫到现在，已经过去了半盏茶的时间，
啊，也就是差不多5分钟啊。可宫内本该犀利的护卫，到现在连影子都不见。柳云对此已经绝望了。大侠心系天下，自然就调查过我的事。我不过是一个县官之女，做太后也是赶鸭子上架。内有一直想要亲政的皇帝，外有3大辅臣和能干的藩王。你当真觉得我一个小小的弱女子就能祸乱了整个云章吗？哎呀，见鬼了！说好的尖酸刻薄、黑心肠的老妇，竟然是个娇艳美妇就算了，竟然还有连她都看不穿的奇怪能力。这厮杀还能不能继续了？说到底，我不过是一颗平衡前朝后宫各家势力的棋子而已，自然是他们想我怎么做就怎么做啊。不过是一对困在金笼子里的孤儿寡母，能翻得起什么浪花来？大侠既然能放过一个无辜的宫女，又岂能随意宰杀本就可怜的棋子？麒麟弱小，何来的侠义之道和成就感？哼，你倒是会说，这么大一顶帽子扣下来，老子还能杀你？我说这么多，就是为了苟且偷生而已。只不过我确实不甘心了，凭什么大家做下的事情就得我一人承担？我只是希望大侠好生看看这天下，会不会因为我还政于皇帝，就会四海升平，政治清明？黑衣人看了看窗外，听到了一串嘈杂的脚步声，知道今晚上的行动已经大势已去。若真的天下太平，垂拱而治了呢？那这祸乱朝纲的罪名我就认了。以大侠的功夫，这皇宫的守卫可以忽略不计，你随时来取我性命就是。那就让你多活几日。咣当一声，内殿大门被撞开，不等护卫闯入，柳云吼出了内心的憋屈，愤怒的道：“站住！你们做什么？”子夜听到了动静，顾不上禁足令，跑过来刚好拦住一群侍卫。这里是凤翼宫，你们干什么？谁让你们闯进来的？莫非哀家今日交出了凤印，就没有人将哀家放在眼里了？凤翼宫的内殿，也是你们可以随意闯的？真要等到他们救命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卑职莽撞，听到尖叫声，以为太后遇险，这才赶来救驾。现在可瞧见了，主子无事，你们赶紧退出去。护卫队长严肃着一张脸，知道被子夜一挡就失去了最好的时机，禁不住有些惋惜。太后娘娘，刚才可是遇见什么事了？不过是做了一个噩梦，倒是没想到你们连后宫规矩都忘了。看来2位贵妃和1位贤妃还是太年轻了，不会管着公务。哀家应该好好考虑清楚，要不要放手了。既然如此，是卑职冒犯了，太后娘娘受惊了。难道真的只是噩梦？退下吧，哀家明日伺候找人。这些人个个不安好心。太后听起来已经站在了权力巅峰，可到底是个寡妇。若是一群护卫闯进来，看见了刺杀现场，自然还有理由开脱。若是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女人的清誉就完蛋了。即便是什么都没发现，让这么多男人闯入内殿珠帘里，只怕也有不少风言风语传得沸沸扬扬。总的来说，对这些侍卫只要不送命就没什么坏处，却可以坏了太后的名声，所以这些人有恃无恐的长驱直入，还能安什么好心？队长，我们就这样走了？还能怎么样？没想到这老巫婆的反应够快的，至少现在我们还不能硬来，再等段时间。哼！可这凤翼宫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真的是做噩梦？至于叫得这么惨吗？让人守在外面，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只怕先皇驾崩了这么多年，有些人不安分了吧？可千万不要让老子抓住了把柄，否则……今日受过了鸟气，
必然百倍奉还。柳云终于松了口气，深刻的体会到没有权势，连属下都指挥不动的憋屈感。主子，这是发生了什么呀？暂时别说那么多，你把蓝叶扶下去休息，看看他有没有伤到哪里，其他的明日再说。等寝殿彻底安静下来，柳云才发现内衬已经湿透，手心仿佛捏了一把水，连鬓发都带起了水汽。真正的劫后余生啊！傻站了好半晌才回过神来。大侠，妈耶，这衰神怎么还在这里啊？偌大的皇宫是个漏勺吗？大侠，你明明不会武功，刚才用了什么办法挣开我的手？哦，这个呀，是我小时候遇见的一位受伤的奇人，我好心替他熬了2天药，那位赠送给我的一个保命的东西。奇人？哼，你倒是一直都有这样的好运道。老子虽然只是个平头百姓，可是说话从来算话，没调查清楚之前，自然不会再对你下手。真他妈说话算话，掐脖子的时候也没见留点力啊！若非防御符来得及时，他刚才就一命呜呼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3清祖师保佑，信你愿用先皇下辈子的荣华富贵换取一次暴击的机会，出点好东西吧，否则不知道哪天就被宰了。仙道，这个真出了，系统牛逼，先皇就莫怪了啊，这不都是为了云章皇朝的繁荣昌盛吗？暗卫卡牌盒，氪金可生成暗卫卡，忠诚度满值，除基本武功，特殊技能随机，外貌数值宿主自定义，每次需消耗10万白银。10万白银！果然没有白吃的晚餐呢。记忆中，去年上缴国库的税收总共都没有50万，还是转手就去填补血灾了。快去快回，只要现银，黄金一克，尽量掩人耳目。若是被发现也不用惊慌，只要没有当面揭穿，就当不知道被发现了。是主子，奴婢这就去。主子，江贵妃带着王御医过来了，还挺上心的，让他们进来。太后娘娘，听叶巡的侍卫说，昨儿晚上太后惊梦啦。哎呦，臣妾呀，担心的早膳都吃不下，特意招来王御医给太后把把脉。太后可别讳疾忌医呢。难为你一片孝心，正好哀家刚用完早膳，都还热乎着呢。贵妃不妨用些，味道真不错。不麻烦了，等王御医给太后把过脉，开了方子，臣妾就放心了，回去自然能安心用膳。那还真是可惜啊，今天那蝴蝶霞卷用了初春的第一批桃花，粉粉的，又好看又好吃，一共就3只，哀家只吃了2只半，实在没管住嘴，你错过太可惜了。这巫婆是不是故意的？给她吃她啃过的，还半只桃花味的蝴蝶霞卷，她想吃不会让人做吗？后宫那一大片桃林，难不成只能看啊？他妈的，竟然觉得老巫婆这么形容有些像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太后娘娘还不知道吧？孙妹妹分管御膳房，我跟贤妃妹妹都搭着享了一次福。今日起，宫内开设了小厨房。听太后说的这么好，可要给臣妾蝴蝶霞卷的做法，臣妾回去就能让人做来尝尝。哼，那感情好，想吃什么就多吃点儿，养好身体也好给哀家生2个大胖皇孙来。
让哀家多遗憾抱孙几日，哀家这一生就满足了。啊，太后娘娘的身体略微有些起色，不过之前久病未愈，多少还是有些虚弱，这才容易惊梦。微臣开一张养神的方子，晚上就能睡得好些了。是吗？如果没记错，当初把脉高呼她驾崩了，就是这位御医。回太后，微臣学艺不精，已被降为6品太医了。请太后恕罪，臣妾忙晕了，竟然忘了这茬。王太医，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太医医士，谁给你的胆子来给太后把脉？你配吗？昨夜微臣当值，贵妃娘娘来得太早了，院判党还未上职，是娘娘喊微臣上来奉义工的。微臣也不知道是要给太后把脉呀。妈的，太后和贵妃过招，殃及池鱼，一路上可给她拒绝的机会了。你还狡辩？你自己什么本事没点数吗？啊，太后，是臣妾的不是，臣妾这就去请院判胡御医过来。行吧，公务刚上手，会做错是正常的，你就别往心里去。王大人既然来了，就给哀家这宫女瞅瞅。昨晚上惊梦啊，把这丫头吓得滚下了床，看看有没有事儿。王御医如蒙大赦，至少太后给他台阶下了，自然顾不上给宫女看病这种事，对御医来说有很大的侮辱性。王大人，刚才在太后面前事急从权，还望王大人不要放在心上。现在看来，太后还记恨着那日的事，你姑且多休息一段时间吧。等风头过了，本宫自然会找个由头恢复你的身份。啊，多谢贵妃娘娘，微臣听命就是。那老巫婆没有了权势，这嘴皮子反而利索多了，没什么杀伤力，可成功恶心到本宫了。这口气迟早找回来。哼！柳云一脸舒服地找了本《云昭通鉴》看起来，一边了解云昭皇朝的历史，一边等待子夜回来。一直到晌午，才见急匆匆的子夜成功带回2000两黄金，终于凑足10万两。其他的不管，外貌设定15岁，小清秀型灵巧宫女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叫红叶，升为1等，暂时就待在哀家身边伺候吧。是，主子。主子，您就放心休息。那黑衣人若是再敢出现，奴婢一定将他脑袋摘下来，给主子当球体。要不要这么重口？有你在，哀家自然能放心睡一觉了。不过你表面是我的贴身宫女，暗地里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做。现在嘛，我身边就你一个人可堪大用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还是不要暴露为好。有被可爱到。放心，咱们先居着，等我有了对抗的力量，哀家有的是时间跟他们慢慢玩。否则深宫清冷，做条咸鱼也需要事情打发时间，不是？主子放心，奴婢醒的。冰，恭喜宿主获得忠诚丹乘3。眼睛瞬间亮晶晶，柳云立刻分出一颗，找机会给蓝叶服下。不错，有茶有点心，就是哎呀，好像太咸了点儿。主子，长公主来了。谁？哼，皇嫂还真是贵人多忘事，这才几日不见，怎么连本宫是谁都不知道了？红叶，哀家这凤翼宫到底怎么了？
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意的往里走，如无人之境。奴婢待会儿就去问清楚，如今凤翼宫到底谁当值？顺便也给江贵妃带个话，若是凤翼宫的安全都做不好，那这人就不配做宫中侍卫，要么他手里这茬就换别人吧。送命题来了，保自己还是保侍卫，选一个吧。皇嫂什么意思？皇宫是本宫的娘家，难道还不能来了？可凤翼宫不是长公主的娘家，长公主知书端庄的长大，这么多年都将规矩廉耻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你什么时候太后的嘴皮子这么利索了？还有自信的气质，坚定的立场，面对她竟然丝毫不怂了。为什么突然这么有底气呢？公主连长幼尊卑都不懂了，所以今儿个来找哀家什么事儿啊？长公主一噎，原本是来找痛快的，没想到找了一肚子憋气，当真是不甘心呢。能有什么事儿？就是来看看皇嫂。如今皇嫂可空闲了，怕皇嫂无聊闷得慌。你确实挺慌的，大中午来不就是想蹭饭？是驸马不给饭吃了，跑回娘家来填饱肚子？妈的，这嘴皮子怕不是升到了高级。以前自卑畏缩，面对他只敢小声逼逼的刘晓云上哪儿去了？既然皇嫂这么闲，2月初2的好日子都过了，不如另选日子办个百花宴吧。本宫看御花园百花盛开，确实挺美的，花期就这么点时间，错过了可惜。这丫的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野心大的能震惊他全家。突然提出要开什么百花宴，绝对没好事儿。哦，长公主又想热闹热闹了。想的话，在公主府办不就成了？再不，驸马出自大儒徐家，手里还有享誉100年的明镜别院，不说里面雅致的风景，就是名声气氛都非同一般，绝对能吸引不少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。公主何必舍近求远呢？明镜别院已经办过很多次了，不新鲜。这风景再好，能比得过宫内的御花园？皇嫂啊，现在也闲着没事儿做，托些人热闹热闹有何不可呀？这事儿啊，哀家可做不了主。何况公主又不是不知道哀家有多穷，如今还不管家，哪里有银子办什么百花宴？公主求错人了。皇嫂真的不管了？交出了玉玺，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改变的这么彻底吗？老了，不管了。公主若是有需要，不妨去找2位贵妃商量商量。皇嫂这日子过得还真是洒脱又任性。以前管的时候，生怕被人钻了空子，老搞些骚操作。现在放手了，又彻底的让人牙痒，真是看不懂啊。是吗？羡慕不来的，公主若想也可以啊。百花宴嘛，看来有热闹可瞧喽。先皇的嫡亲妹妹，长公主开口，她可以拒绝；作为晚辈的贵妃和贤妃，就拒绝不能了。不过他们不一定会拒绝，还会将百花宴办得漂漂亮亮的，以炫耀到手的权力巩固自身地位。明镜别院办得太多了，又想在皇宫设宴，长公主怕不是想赶着将益阳郡主嫁出去？连子夜都看出来了，目的这么直接的吗？番外篇：假如太后会武功。你是云昭太后？是。进来！
过剑之时，我便知道自己会是那剑道对手，江湖中的天下第一。明镜别院办的太多了，又想在皇宫设宴，长公主怕不是想赶着将益阳郡主嫁出去。子夜姐姐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还小，又在宫里长大，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很正常。当初长公主的长女西阳郡主就是这般的挑挑拣拣，从15岁挑到了20岁，最后却看中了一个赶考的举子，后来勉强中了个2榜进士，闹死闹活的下嫁。闹死闹活，长公主看不上吗？哎呀，长公主的眼光多高呀，自然看不上那等穷酸小子。可西阳郡主喜欢啊，好不容易十里红妆嫁了，事情还没完，那叫严温茂的穷进士家里来人了，竟然是原配嫡妻，还带着2个孩子呢。这事儿虽然公主府和驸马徐家误得快，可闲言碎语传的也不少，很多人都知道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不就是云章版的陈世美吗？不过人家陈世美好歹是自己考上的状元，这姓严的差了不止1点半点哦。那长公主现在不用明镜别院，难道是因为……嘿，这小姑娘的脑子挺灵动的嘛。看来是因为皇宫的门槛。一来，宫内的百花宴能来参加的再差也有一定的身份和家底。二来，后宫三妃是主办人，她只需要参加，无事一身轻，就算出了什么事儿也不用担责任。打算的多好呀，保不齐那三妃还认为这是他们证明的机会呢。各取所需罢了，这种八卦要分享才会快乐呀。明镜别院那种地方，哪怕是长公主做主，有身份的人带个把人去参加宴会，还能驱走不成？当年的严温茂就是钻了这样的空子。主子，那百花宴您会去吗？去，怎么不去？长公主这么会利用资源，哀家也想凑凑热闹，而且哀家还想要添把火呢。主子要怎么做？哀家说你写。于是柳云将陈世美的故事叙述了出来，让蓝叶写好送去了皇家戏班子，命他们赶紧排一出好戏，等百花宴上表演。长公主进宫总来给原主添闷气，她好歹也回敬一回呀。仙道，丁，恭喜宿主获得魅力玉镯一副。魅力？她一个寡妇要魅力这玩意儿有何用啊？丁，恭喜宿主签到1个月，获得大礼包1份，任务系统开启。柳云呆了，啊，任务系统居然有任务啊！他还以为这辈子只能寂寞气斗冷的签到呢，感情这系统还能不断升级、不断拓展的吗？娇躯一震，突然激发了某种坚强意志，连血液细胞都狂奔了一个周天。任务会以帮助宿主为大前提而发布，请宿主认真完成，获得更多更高级的奖励。任务没完成会怎样？会减少签到获得好东西的几率，同时可能引起更多不可控的蝴蝶效应，对宿主的生存产生威胁。哇，那其实相当严重了。
主子，江贵妃和孙贵妃求见，还有几位命妇夫人。让他们进来吧。江贵妃和孙贵妃去忙吧，哀家就和几位夫人唠嗑唠嗑，可别让贤妃一个人忙里忙外的，最后怨上了哀家。说白了，江孙二人低了辈分，待在这里也不合时宜。何况这次百花宴有什么目的？各家夫人都是人精，彼此心照不宣。三大辅臣在朝中的地位不可撼动，三家诰命夫人自然也挺直了背脊，面上有光，连说话都比皇室宗亲更加有底气。江夫人见自家女儿把宴会办得漂亮，倍感舒畅，应付起太后来也多了一份耐心。如今太后娘娘可算好了，端是享清福，日子可是舒坦了。江夫人何必羡慕，令郎前年就娶妻了，清平侯的嫡长女可是闻名帝京的才女，知书达理，秀外慧中，场家也是好手。夫人若是愿意享清福，可不比哀家容易？拍个彩虹屁还要夹棍儿，真当他是软柿子不成？臣妇等哪有太后这样的福气啊，不过是劳心劳力的命。啊，对了，听说太后娘娘让戏班子排了一出好戏，臣妇倒是好奇得很，不知道现在可否看到。子夜，去让唱戏的开始吧，哀家也想知道他们排成什么样了。这就是益阳吧？这么大了。皇嫂说笑了，益阳好些日子没进宫，皇嫂都不认识了。就这眼力，做个无权无势的太后就是个瞎子吧？汉儿人微言轻，纤细瘦弱，可能不起眼吧。太后娘娘注意不到汉儿很正常。若是汉儿像碧湖妹妹那种吨位，太后娘娘怎么都忽视不了了吧？皇嫂，这孩子被本宫宠坏了，不会说话，不会跟一个孩子计较吧？益阳还是那么坦诚率性，能一直保持这种心情实在难得。就是让益阳来给皇嫂打个招呼，小孩子在这样的场合怎么待得下去啊？汉儿，你自己去玩吧。刚刚的剑拔弩张在大戏开场时得到了缓解，众人纷纷松了口气，连长公主也不例外，一时之间仿佛都被精彩的戏给吸引了。喝茶吃糕点，人均看得津津有味。随着剧情发展，众命妇频频向柳云投来关注的目光，诧异、震惊、看热闹等等，情绪复杂多变，应有尽有。启王妃呆了半晌，看向同一阵线的丞相沈夫人，四眸都带着懵逼。是不是今天进宫的姿势不对？我都看见了什么啊？我眼睛没瞎，应该没看错吧？也就太后敢这么当众打长公主脸了。不，以前她不敢，如今这是放飞自我了吧？怪不得刚才益阳郡主那样了都不生气，原来在这儿等着长公主呢。哎呦，精彩！这场戏太精彩了！没想到太后编故事的能力这么强，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啊！其他观众越看越心惊，暗地里喜欢的不行，表面却尴尬僵直。柳云快忘记了场合，看得高兴开心。本子当然不是他写的，再怎么也要考虑一下身份，纯粹提供一个故事大纲，具体细节有戏班子专门的著作人补充，竟然编得环环相扣，跌宕起伏，加上伶人的倾情演出，简直入木三分，让观众身临其境。转场的时候，才发现阁楼外的小年轻战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安静了下来，一个个难得的认真看起戏来。
一群娇贵的小姐还很感同身受地擦着眼角，也不知道是在同情秦香莲，还是可怜戏里的公主。长公主脸色早已经难看得要死，当年的事情，她和驸马花了多少心思才摁下去，谁允许太后这么埋汰人的？可戏里的人设和剧情也不是很相同，难不成她要主动对号入座吗？果然与人斗，其乐无穷啊！主子，这说吧。是西洋郡主，刚刚突然晕过去了。皇嫂，看你干的好事儿！听说这场戏是皇嫂让人排的，皇嫂到底什么意思？是对本宫不满，还是对徐家不满？一部分人存心看热闹，觉得现实这场戏比台上的都要精彩3分。另一部分人皮子略紧，生怕太后和长公主硬刚起来，不小心殃及了池鱼。皇妹这是怎么了？哀家知道你心急女儿，赶紧叫御医便是，何至于这么口无遮拦？哀家做了什么你觉得是好事儿的？西洋晕倒跟这场戏还能有关系？怎么就对你们徐家不满了？皇妹急得说话都颠三倒四，糊里糊涂的。唉，哀家头疼。兰叶，还不快请御医，让人将西洋郡主带过来瞅瞅。长公主一口老血噎的是胸口发闷，众命妇大为吃惊，一脸学到了的表情。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大抵就是面前这一幕吧。偏偏太后不说破，长公主就不敢自爆，还得顺势掩盖下去，否则她真的不要脸了，才会将当初的家丑当众捋一遍。可不戳破吧，太后又是戏又是话的各种戳心，长公主小心脏啊，已经被扎的是千疮百孔了。柳云听红叶说了一下大概过程，没想到这郡主还真是被气晕过去的。西洋郡主年纪轻轻，又被捧在手心里长大，就连闹腾的婚事也如愿以偿，身体肯定是没问题的。那这是怎么晕倒的呀？皇嫂倒是闲得慌，还有空给戏班子写故事。是挺闲的，看起来长公主比较忙。忙完大女儿，忙二女儿，百花宴这出戏还没开始呢，大女儿出幺蛾子不爽了，逮着人就废。众命妇频频看向太后，觉得今天的太后特别能对，高兴了叫皇妹，不高兴就是长公主。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太后啊，吓得他们都不敢随便说话了。那倒是，为人父母者总是有操不完的心，谁也没有皇嫂这么洒脱，一撒手就可以不管了。皇上亲政快1个月了吧，又去凤翼宫给皇嫂请过几次安呢？长公主是觉得哀家不安呢，还是窥视圣宗啊？不然怎么那么清楚皇上的行踪？皇嫂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鬼话？胆儿肥了。哀家说的是鬼话，莫非长公主觉得哀家这么不是人？命妇们倒吸一口凉气。妈哎，太后的坑一个接一个的，长公主还怎么可劲儿往下跳呢？原来以前都是太后退让着，才没有把长公主显得这么蠢呐。胡说什么？还不快闭嘴！胡说什么？还不快闭嘴！太后娘娘，微臣徐陵求见。皇儿见过母后，福寿安康，长乐无极。起来吧，这些日子皇帝辛苦了。这些日子没有当面给母后请安，是皇儿的不是。原以为每日让李安带朕问候，也是朕的一片孝心，没想到还有人因此攻击母后，是朕不孝了。皇帝为国为民，日理万机，忙碌些很正常。哀家知道长公主忧心孩子，但饭可以乱吃，话却不能乱说。长公主还是多理解一下皇帝。而且
夕阳这身体弱了点儿，也怪不得别人。成亲这么久，说不定是有喜了呢。那长公主该高兴才对呀。公主，还不快认错请罪！就算皇上是公主的亲侄子，也先是君臣，怎能窥视圣宗，编排皇上？江云衣，本宫的夕阳到底怎么样了？啊，回公主，君主一时气急攻心，倒也无妨，休息片刻就能缓过来。当真是气着了。恭喜公主驸马，那也是因为西阳郡主有喜了，情绪波动突然大了，休息休息就没事了。什么？同喜同喜啊，多谢御医。一群命妇大部分都在面面相觑，使着奇怪的眼色。最神奇的是西阳郡主的夫君严温茂，一直没什么存在感，此时此刻也不被人注意，可表情略微扭曲狰狞，双拳握紧，青筋毕露，难不成是喜当爹？看来长公主一家子也有很多故事呀，她应该好好了解一番才对。长公主，徐大人，不知益阳郡主有没有在这里啊？我找郡主好久了，一直不见人影。什么？汉儿不见了？什么情况？还不快派人去找！柳云似笑非笑，看来西阳是意外，益阳那边的正片终于拉开了帷幕。皇帝不悦，这长公主还真把皇宫当自己家了，使唤人都这么顺口。皇嫂，汉儿对宫内不熟悉，还请皇嫂派人询讯汉儿，说是汉儿出了什么事，本宫……长公主不是不知道，哀家不管事儿，人走茶凉，使唤不动喽。丁，任务：帮忙解救平国公嫡子林子凡，获取平国公的好感，奖励未知。所以系统任务是让他先找点粗大腿？难道今天长公主算计的就是平国公嫡子林子凡？心绪急转，柳云不自觉朝人多的方向走去，因为刚开始通风报信的郡主好友有意无意地把大家往某个方向带，这就很有意思了。母后，儿臣……没事。呵呵，好的，你是皇帝，你说了算。柳云打量了一下，很佩服长公主对皇宫的熟悉，真不愧是在宫里长大的，居然能找到这样的地方。汉儿，汉儿，你在里面吗？快开门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，汉儿？娘亲一定会给你做主的。众人涌入，大为吃惊。大家并不意外，屋内的床上坐着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，床前还站着一个气宇轩昂、衣衫精致，就是脸色有些黑的美男子。他们吃惊的是，那女子居然不是益阳郡主，连长公主都又惊又气。你是谁？益阳呢？这么上赶着坏自己女儿名节的亲娘也没几个了吧？现在这情势，再把益阳牵扯进来，很好看吗？啊！子凡，怎么是你？又来一个蠢货亲娘！哎呀，这届的年轻人是不是太难了？平国公嫡子啊，眼光倒是高，不过似乎眼神儿不太好。可不是嘛，自从平国公娶了继室，这原配嫡长子就爹不疼娘不爱的，将来只怕也很难袭爵。国公夫人没有帮忙张罗的意思，这说亲自然高不成低不就。哎呦，也是啊，林子凡已过弱冠，这年纪没有说亲的实在少见。哎，这么说，长公主图什么呀？图好控制啊。反正长公主和徐家有权有势，怎么着也比无法助力的平国公府强多了吧。而且啊，谁不知道益阳郡主喜欢好看的？那倒也是。林子凡亲娘就是个大美人儿，她那张脸确实吸引了不少小姑娘。只可惜
长公主这一趴好像没成。柳云听到了身边人的嘀咕，打量着林子凡，有些恍然。原来是小白菜的设定，不过能让系统发任务，这位应该有些本事才对。这需要他救？旁边的人还在小声叭叭着八卦。哎，奇怪了，这女人能结义杨郡主的婚，是谁啊？怎么看着有点陌生呢？哦，你不知道呀，这小姑娘来历可不一般呢。她呀，姓柳，你觉得会是谁家的？竖起耳朵听的柳云瞬间恨不得把耳朵掰断了。妈的，这个瓜都能吃到自己头上来，她怎么忘记了原主这个太后还是有娘家的？整个朝堂上下姓柳也就一家。长公主和国公夫人别急着嚎，这姑娘……哀家瞧着眼生，是谁呀？行，敢做就要敢承担。他的任务是帮林子凡，肯定不能要这女人做了他妻子。谁让他是柳家最牛逼的长辈呢？皇嫂，你就别装蒜了。这不要脸的姑娘是谁家的？皇嫂还能不知道？长公主这反应是不是太激烈了点儿？姑娘不是你家的，这年轻人也不是你家的。徐家的手都生这么长了，闲事儿管得这么宽？公主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事儿跟你有何关系？上蹿下跳的，你还嫌今天不够乱是不是？难道此女不是太后安排的？否则何必帮她开脱，直接下懿旨指婚不就完事儿了？说吧，哪家的？怎么进宫参加百花宴的？又怎么跑到这里来的？太后姑姑，宁儿是二房的，随母亲过来的。走路时贪恋御花园的美景，与端茶的宫女相撞，弄湿了衣衫，特意过来换的。宁儿也不知为何，林公子突然就闯进来了。隔着床幔，柳宁微痴地看了一眼俊美的林子凡，想到能够成为林夫人的美好未来，就算林子凡不能继承未来国公的爵位，也异常开心。二房的，堂嫂什么时候也能教出这样没脸没皮的女儿了？是觉得哀家这脸皮太厚了不成？麻烦下次说谎严谨点儿，哀家脑子还在呢。前面的故事不提，这换衣服历来有专门的院子，更有不少太监宫女把守，怎么就你跑到这清幽之地来换衣服？为何你会有衣服准备在这儿？再说，怎么也是柳家二房的嫡女，是穷得没人伺候了，还是别有用心？你换衣服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在外面守着，还能叫一个外男闯进来？众人呆滞。太后，这嘴皮子真是生过急的吧？现在连自家人都对了，破罐子破摔到这种地步还有救吗？心里得有多大的气性啊！太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宁儿？太后可是宁儿的亲姑姑。所以哀家哪里说错了？这么明显的事儿，你们敢做，哀家可没胆子帮忙掩饰。哀家也是帮理不帮亲。可是，太后姑姑，宁儿已经被林公子看光了，宁儿这辈子都要毁了，可还怎么活呀？太后，宁儿真不是有意的，现在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还请太后给宁儿一条活路啊！林公子怎么说？哎呦，子凡看光了人家姑娘的身子，自然是要负责的，这才是男人的担当。正好，子凡年纪大了，还未娶妻，这柳姑娘样貌家世都合适。臣妇呀，就舔着脸求太后下懿旨，将柳姑娘赐予子凡吧。一番话乍一听合情合理，仔细一品，简直缺了大德。
这是要林子凡直接娶柳宁做正妻啊！不说柳宁人品性格如何，就是家合适就很扯淡了。而且太后下懿旨，又是太后娘家人，林子凡断然不能休妻，不能和离的，只能跟这么个女人过一辈子。哎呀，想想都可怕。但凭太后娘娘做主。所以，作为母亲，你打算怎样？林家公子明显没有做什么，被人算计而已。此事如果就此作罢，以后便不要再提。他注意到了林子凡眼底的冷意，在出嫁从夫的规则里，就算有太后懿旨又如何？嫁过去来个病逝能怎样？太后娘娘，宁儿已经这样了，还能怎么说亲呢？请太后娘娘下旨吧。柳宁，在宁儿心里，已经是林公子的人了，还请太后姑姑做主。那行吧，看在柳这个字的份上，哀家就做一回主。回头选个好日子，林公子你就雇一顶清轿，将柳宁接回府吧。太后娘娘，你让宁儿做妾？那不然呢？堂兄有什么？国公府是什么门第？更别提林公子还是平国公的嫡长子，能做妾也是踩着哀家的老脸了。难不成你们还想逼着哀家去给平国公跪下，求他们娶柳家姑娘吗？难不成柳宁今天干的好事儿就可以完全接过了？柳家这群人想屁吃呢！太后娘娘说笑了，老臣岂敢受这样的大礼？此事就如此吧，子凡以侧室之礼迎娶柳姑娘进府便是。那益阳郡主不在这里，又去哪儿了？原本以为林子凡和柳宁的场面已经够直白了，结果，哎呦喂，最劲爆的就在这里！汉儿，哎呦，哎！御医呢？快上去看看。我不要！太后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汉儿千金交躯。那你是现在将他带走，还是看看能不能活？若是死了，赶紧带出宫去，免得冒犯了你女儿的娇躯。反正哀家居心不良，也不想管你家那摊子事儿了。自称爱女的亲娘，第一反应竟然是名声。都这样了，还有啥名声啊？谢太后关怀，那就麻烦御医了。打扰了百花宴，徐家定然会给太后一个说法。今日之事就到此为止吧。百花宴也不是哀家办的，徐家不用给哀家说法，找2位贵妃即可。一场大好戏暂时告一段落。不是有个签到1个月的大礼包吗？打开。对，还有任务奖励。是什么来着？恭喜宿主获得指定卡牌合成衣。恭喜宿主获得低级武力值经验包乘1。恭喜宿主获得任务奖励技能天网鹰眼。又要氪金，不知道他很穷吗？为什么这系统这么能花银子？所以锦衣卫行。锦衣卫卡牌盒，1流高手每人10万两，2流每人1万两，3流每人1000两。对外组织需要宿主自行建立并填充人物。终究是穷啊！天网鹰眼，上帝视角的千里眼技能，可以随心意调整使用，目前范围半个地经，可升级。啊，这种外挂也能存在吗？一个林子凡竟然有这么大的好处！主子，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杨郡主对林子凡有好感，只不过林子凡并无心思。平国公和徐家的关系历来不好，国公夫人是继母，最不想林子凡娶高门女，所以这门亲事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。所以长公主这才算计林子凡。
毕竟柳宁那样的可以做妾，益阳郡主断然不行。是，长公主想要拉拢老牌勋贵，加上拗不过女儿，这才故技重施。故技重施，这词儿用得好。当初长公主可不就是这样赖上徐林的？身份也是好东西，先皇赐婚，徐家敢抗旨？拉拢老牌勋贵，林子凡可不是个好的选择，只不过益阳郡主喜欢罢了。可惜啊，现在的益阳郡主，长公主谁都拉拢不了喽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那最后为什么会变成柳宁？